红树林里的那个东西。我是一名热爱骑单车的上班族，每周至少安排2次长距离路线，通常避开观光区，喜欢选偏远、宁静的路线。那一天傍晚，我决定挑战地图上标注为生态保护区的湿地自行车道。那里靠近台湾西海岸，是一片延绵数公里的红树林与沼泽地带，空气中弥漫着海风与泥土的气息，整条路几乎见不到几个人影。大约傍晚6点半，我在一处观景平台旁停下，准备稍作休息。那个平台看起来年久失修，座椅上长了青苔，周围布满落叶，像是很久没人来过。我坐下，拿出水壶喝了几口，闭目调息。就在这时，我听见一阵奇怪的声音，起初像是某种动物踩踏湿泥的声音，咕叽咕叽地从不远处传来。接着，那声音变得更明显，是咀嚼声，湿滑、粘稠，还混杂着骨头碎裂的声响。那声音不只是吃东西，更像是用力的啃咬。我站起来，望向声音的方向，红树林的阴影交错，在暮色中显得格外诡异。几步之外的泥地上，有个东西正蹲着，它背对着我，轮廓像人，但又不太像。整个身体被绿色苔藓和湿泥包裹着，滴着水。手臂过长，指头垂的像藤蔓般蜷曲着。他的嘴巴在咀嚼，声音清晰得令人反胃。我看见他嘴里正嚼着一条还在微微抽动的绿鬣蜥，那是台湾常见的外来种，繁殖迅速，常出现在温暖湿润地区。但他的身体已经被那东西咬烂，半边腹部流出红绿混合的体液，一只眼睛还睁着，似乎还有一丝神智。我全身汗毛直竖。就在这时，那东西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头慢慢转了过来。他的脸不是人的脸，腐败、裂开，双眼像是2个凹陷的洞穴，里头闪着暗淡的黄绿光。嘴角裂到耳根，牙齿细长、锋利，上头粘着碎肉与泥沙。他没有发出声音，只是缓缓站起来，脚步拔出泥地时，发出浓重的吸附声，啵的一声，我差点当场尿裤。我拔腿就跑，什么都不管，连单车也不顾了。身后是那东西拖着脚步追来的声音，还有它还在咀嚼。那声音就像是黏液与碎骨不停地翻搅。我冲出湿地时天已全黑。终于回到有路灯的地方，我几乎是跪坐在地上喘气，衣服早就湿透，心跳狂乱。回家后，我什么也没说。谁会相信这种事？那晚我一夜没睡，开始狂查资料。我搜寻红树林怪人、绿色苔人、咀嚼声，慢慢拼凑出一些线索。我看到有人在 PTT 上写过类似的遭遇，也有人在地方版匿名留言说，曾经在某处工业区外的红树林，看见一个像人又不像人的东西在吃鬣蜥。还有人提到，那不是鬼，那是被污染孕育出来的妖怪。他们说，红树林曾是非法倾倒废弃物的地方，常年重金属与腐化物质渗进土壤，再加上海岸捕捞过度，生态失衡，一些死去的灵魂怨气未散，与这些污染结合，变成了那个东西，泥苔怪，或有人叫它沼灵。我心里一震，那些文字仿佛印证了我亲眼所见。后续，那不是第一次有人见到它。几天后，我鼓起勇气在网络上搜寻红树林怪物、外来种捕食、沼泽怪人这些关键字，没想到真的有一些讨论。在一篇2016年的地方新闻中，有一则标题是绿鬣蜥数量骤减，湿地生态异常，民众称听见半夜有人在泥地中走动。报道中提到，某生态协会志工在红树林夜间调查时，曾听见不明的脚步声与水声，但无人出现。他们一度怀疑是偷猎者，但现场未发现任何足迹。而在一个冷门的 PTT 版面 TW Urban Myths 也有一篇文章，标题写着高美湿地深处，我看到像植物一样的人。那篇文写于2018年，作者自称是在黄昏摄影时
无意间拍到一张模糊的照片。照片中背景是一片沼泽与残阳，但画面边缘隐约有个佝偻的身影，类似人形，但全身都是植物状的纹理。底下回文不多，但有一人留言说，我也在台中沿海某处听过很像人在咀嚼的声音，不止一人见过他。我甚至怀疑这个都市传说早就存在，只是从来没人正面承认。或许它是一种变异的生物，或者是人类遗留在沼泽中的业障，慢慢吸收湿地的腐烂物质后，成了一种半植物半动物的存在。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一件事，那晚我看到的不是幻觉，那是一个正在吃绿鬣蜥的东西，而且不是用狩猎的方式，而是像人一样用牙齿、用嘴巴咀嚼、吞咽。那东西活着，还在那片红树林深处。我不敢再靠近那片红树林。我把那段骑乘记录删了， GPS 行程关闭，也没再用那条路线。但我知道那东西还在，它或许还在咀嚼下一只误闯红树林的生物，也或许正等待下一个我的靠近。有时候半夜梦醒，我耳边还会听到那声音，湿黏又缓慢的咀嚼声，咔克咔。那声音不曾消失，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。沼泽怪人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里县 Lee County 的地方传说。据报道，这个怪物首次现身于1988年7月，当地一名17岁少年克里斯·戴维斯 Christopher Davis 声称他在深夜驾车经过 Skateboard 沼泽时，车胎爆了。他下车更换时，看到一个2公尺高、满身绿鳞、双眼红光、长爪有尾巴的生物向他猛冲。克里斯惊恐地跳进车里逃跑，但怪物追着车跑，甚至试图抓住车门。他回到家后惊魂未定，向警方报案。之后几周内，有多位居民表示车辆遭不明生物破坏，甚至发现巨大3指脚印。当地媒体迅速报道，吸引大量好奇民众涌入沼泽搜寻这位传说中的蜥蜴人。后续衍生于影视作品。尽管官方从未找到证据证明其存在，但沼泽怪人成为当地文化符号，并逐渐被纳入美国地方怪物神话 Cryptids 的一员，与大脚怪、卓白卡布拉齐名。Monster Quest 怪物调查队节目 History 频道的系列纪录片曾专访目击者，重建当年事件。Destination Truth 探索频道亦派队前往沼泽调查，并尝试拍摄怪物身影。电玩游戏 Fallout 76中有一个类似蜥蜴人的怪物，明显受此传说启发。每年举办的 Lizard Man Festival 当地将此传说转化为观光资源，贩售怪物造型 T-shirt、周边商品，甚至推出蜥蜴人啤酒。沼泽怪人虽然不像血玛丽那样阴魂不散，却代表了人类对未知自然的恐惧与想象，也是美国南方民间传说中最经典的怪物之一。故事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、订阅，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。我们下次见。